那么早的锁定被某些人，我的掌声还留有余温，接下来可不会这么简单了。第二部战书藏在小白船的船底，若不能在5分钟内找到，要品尝我留在船底的从业经历炸弹了。什么在船底？小白船船底，小白船的船底，这是不是炸弹啊？绑得像个炸弹一样的，像 C4炸弹。C4炸弹，小白船的船底。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蔡明老师唱的《秋千下面》。我们是新来的，怎么还有延续上一期的吗？谁让你们不看我们节目？还没播。哇！哎呀，你是不是聪明的有点过分了吧？太厉害了！因为我们这没有船，只能从这个想了。友情刺客就是刘奕君。啊，没有，他没写这个。我就太莫名其妙了，你也太会炸人了。我看这上写的什么他好紧张，他马上要看。啊？我紧张，我心跳。职业替身轨迹迷开启，从业舞台的幕布正在燃烧，每个人拥有一张卡片，每张卡片都藏着月光编织的谎言。2枚真钻会折射出红光，当所有假象都被月光漂白成真相，或许我会提供一个线索。友情刺客上，每个人一张卡片，上面有你们的从业经历，有2个真故事，1个假故事，我们要找到假的，把假的找出来。谁先说？我先说怎么样？行，第1个故事是真的，你怎么现在就告诉你真假了？我都是真的呀，真的。那个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工作安排，其实《奔跑吧兄弟》第1季我就要去录的，结果没录成，因为工作撞档了。2014年。第2个故事是，我在那个机场的时候被人喊错名字了，无敌，无敌，在那喊我无敌，我冲上去就，你好，我叫杨迪。这个可能性很大。第3个故事是我其实大学考的是表演系，然后呢，我妈说，考表演，那我看那些演员都是帅哥美女，你如果考表演的话，可能竞争太大了，直接给我转编导系了。后来我进学校就学的是编导系。这3个故事，你们猜吧，有1个是假的。我觉得第1个和第3个，我觉得第1个像是假的。怎么的，跑男就不能请我了？第1季的时候都没请过呀，都没请过呀。你怎么知道这没请过？第1个像是假的，是吧？同意。确定吗？确定。如果大家都猜一样的话，就没有人有积分了。哎，我赌一把吧，我猜第3个。换了，要不要1人选1个？这样的话，一定有一个赢家才刺激。那我选第2个。哇，不会赢难道还不会输吗？对吧？没错。对，我选第2个。第3个。等一下，第1个行。那我就先说一下，我大学确实是考的表演系，被表演系录取了，然后我妈妈给我转成了编导系，所以这个故事是真的。哦，好。那2个故事里面还有1个是真的，到底是错过跑男第1季，还是有人叫我无敌呢？真的故事是，跑男第1季是真的。无敌那假的，哇，那我赢了，赢了，还好我让你们换了，对吧？不会赢难道还不会输吗？你知道那个是在拍什么吗？我们在拍《万物生长》。那我14年，
我们正在拍《万物生长》，因为李玉导演的拍摄方式有点类似于纪录片那种形式，基本上就请不了假。就你有可能拍庚哥的时候，我们也得在；有可能他说话是拍我们的镜头，就来回这样，很随机。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跑男好像是那个祖蓝哥请假了，说那找一个搞笑的人来顶替一下，但是我说当时拍这个戏没时间去，就有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个也是真的哈。我的，你来，我来吧。第一个故事，创造多面，提升考取 EMBA。那好像有这事儿啊，我刷到你的片段，那种早餐都在那儿聊那些怎么投资这个那个的那种，这个应该是真的吧？商学院，就是第二个呢，在海拔5500的地方跟法国人斗舞，把法国人跳得发紫。你都没发紫，他发紫了。第三个啊，为扮演囚徒增肥15斤。15斤扮演囚徒，扮演囚徒。我不吱声了吧？别吱声了。我哥不好意思，哎哥，你是我好哥，白给呀。哎，演那个囚犯那个是不是增重了？那个啊，哎呦，有点胖。增肥应该是真的吧？15斤。你现在只要挑一个是假，对，找假的。海拔5000米的地方跳，把法国人跳发死了。我选 B。我觉得 A 是假的。我选 B， 没事儿。扮演增肥15斤那是假的。假在哪儿呢？因为我也不知道网上怎么会说我增肥了15斤，是不是说我显得太胖了？15斤夸张了哈，太夸张了。对，但是我确实我把烟戒了，我是重了10几斤。胖很多之后，正好我拍《前任4》，导演说那你就别，就挺好的，反正就是你这种油腻感特别好，我就没有减。你都知道了。那就李正1分，我得1分，我还没分。好，这个看你的啊。你要注意我的眼神啊，你要注意我的眼神啊，你也得1分。好，该我拿分了。第一个故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考勤记录员，超过很多业内知名人士的工资条。第二个故事是曾因长相不像西北人，被剧组婉拒。第三个故事是25岁自己编导作品，拿下了电视文艺星光奖。你考勤你抄人工资条干嘛呢？对呀，我也觉得，不知道啊。你这分析很有道理啊。考勤不是记录谁迟到没迟到吗？你扣人钱是不是？就你观察特别仔细。你在哪儿抄的？我就是啊。哎，你这个，一军老师，你不是要让我们猜吗？你是告诉我了吗？啊。他考勤记录员嘛，有可能就是抄人工资条了。就是那个人这个月迟到了。你如果今天没来的话，把你工资扣了，然后什么做记录什么的，这得罪人的事儿啊。干得出来吗？而且不是刚一毕业能让你干那种事儿吗？这是多隐秘的事儿啊！你这么说可能是真的，对吧？我猜 B。是第二个是假的。我挑工资单嘛，我觉得其他2个发生在你身上。第二个故事，假的，这个是真的啊！刚刚都提醒到那份上了哈。你没看见我给你眨眼睛？这得罪人的事儿啊！干得出来吗？而且不是刚一毕业能让你干那种事儿吗？我的长相不像西北人，太秀气了。因为他写的也是一个走南闯北、风吹日晒的那种。日晒那种，然后就没有被选中。但这个事儿确实是记忆犹新。因为你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啊，都是那样的戏。92年，当时西部片还比较盛行嘛，然后有很多有才华的导演都在戏影厂拍戏。然后有一个戏，他就因为
我的长相不像西北人，然后就没有被选中，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没有你生存的空间，所以这也是促成我当年离开西安，回到北京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哦，所以这个故事对尹正没猜中，尹正又得分喽。来说说我的故事吧。第一个故事，我曾经为了准备一个聋哑人的角色，1个礼拜没有跟我团队的人说过话，他们跟我说话我也不理他，沟通全靠发微信。做得出来。第二个故事是我曾经因为演过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偏偏不是海棠红啊，然后那个人爱啃肘子嘛，然后我去公园里跑步，然后碰见路人就叫我，哎，张希蕊，走啊，请你吃肘子去。这是第二个事。然后第三个事就是我在入行之前吧，面试过一个话剧，叫《鹿鼎记》，我的面试官是陈赫。感觉陈赫那假的吧？又是假。陈赫是上海话中心的演员啊，但他不可能，他喊的这种活他才不去，因为他已经火了嘛，他火了更不去了，忙得很，忙着商演。得帮单位干点活啊，人家对吧？你都火了，你得回来给单位站个台嘛。那得公开的场合站台更方便啊，那种内部选个演员他应该没来。B， 哦 C。B， 我也选第三个。先说第一个吧，先把最真的没人选的万一第一个是假的就懵了。第一个故事是假的，因为我没演过聋哑人，哥，这个事儿我绝对干得出来，但是我没演过聋哑人。这什么呀？这是！我还在那把陈赫左一个陈赫右一个陈赫在那说。但是我跟你想的一样，我觉得最扯的就是第三个，就是陈老板给我当面试官这个事儿，就这个是真的，真的都是真的啊。好了，没人得分，行，我1分没得到，我也1分没拿着，我得1分。太厉害了！刚刚听了大家讲了以前的一些事儿哈，我只能说，都很能编，但是回忆起那些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哈，都是大家成长的过程，挺好。没错，在不同的年纪看同样一件事情，你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在不同的年纪喝可口可乐，你的感受就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什么？那肯定不一样。你像咱以前没上大学之前哥们儿几个，你兜里没几个钱，买一个可口可乐，坐在操场边上勾肩搭背的，就一人一口就给他喝了。那后来呢，上大学了之后呢，有点生活费了，一人买一瓶，一晚上通宵也就过去了，那不一样的爽。那是这样，就比如说，那我们现在这4个人哈，坐在这儿，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就喝着可口可乐，我也就很惬意，也爽。没错，反正不同的年龄，对可口可乐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喝的就是一个畅爽。行，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举起我们手中的可口可乐来干一个吧，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一口畅爽，烧烤也成局。爽。有人给我打电话，不会是电话通知吧？哦，这是哪个？恭喜你们，第2幕挑战成功。第2条线索就在厨房里，是一件之前没有出现在厨房里的东西，但你们只能一个一个去查看哟。迷人的反派友情刺客。不是，那刚才那把我赢了，那能得到啥呀？得到我们的点赞。耶！那你先去吧，厨房，你对厨房熟。友情刺客的同伙就在你们4个人之中。
别逼我去查。那个事情你知道就好了呀。